要说谁是大猪蹄子，中国古代的皇帝几乎个个都是。今天咱们就说说汉武帝刘彻欠下的那些风流债。据史料记载汉武帝一生宠幸过的女人是特别的多，其中最著名的有4位：2任皇后陈阿娇和卫子夫，2个妃子李夫人以及钩弋夫人。然而这4个女人呢，虽然都曾经红极一时，但最终的结局呢，却一个比一个惨。陈阿娇被打入冷宫，卫子夫被迫自尽，钩弋夫人呢，在儿子继承大统前，竟然莫名其妙地被处死了。只有英年早逝的李夫人获得了汉武帝一生的挚爱，甚至在他死后还念念不忘，以至于悲伤逆流成河。汉武帝爱过的4个女人，为何结局却有天壤之别？咱们中国人常爱说一句话，叫性格决定命运。我发现这4个女人实在是太典型了，一个是娇小姐，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，一个是有点绿茶的心机女，还有一个呢，则属于高情商的女人，几乎是代表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常见的4种类型的女性。她们在后宫中的光荣与梦想、成功与失败呢，都值得好好的分析和总结一下。先说说陈阿娇一提起她呢，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金屋藏娇。别看金屋藏娇是刘彻少年时代对表姐阿娇的一种承诺，又要娶你为妻，又要给你盖金屋，本质上呢却是利益交换。说穿了，汉武帝和陈阿娇属于典型的政治婚姻。如果没有阿娇的母亲馆陶长公主鼎力相助，刘彻同学别说继承皇位了，连当太子几乎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他后来当了皇帝，陈阿娇呢虽然被立为皇后，反倒是逐渐失宠，特别是歌女卫子夫的出现，更是让汉武帝移情别恋，不仅把她带入宫中，还生了龙子。那么从小娇生惯养、养尊处优惯的阿娇当然受不了这样的冷落，整天是大吵大闹不说，竟然还采取了绑架卫子夫的弟弟卫青等一系列的报复手段。但胳膊哪里拧得过大腿结局就是阿娇被废，打入冷宫，皇后之位传到了卫子夫的手里。说到这里呢，我想起了女闺蜜小凤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这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反正过几十年都是要一起去跳广场舞的。陈阿娇的悲剧呢，告诉后人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你如果嫁给一个男人是出于物质和利益，你就不要期望从他那里得到爱情和专一。想跟坐拥3000佳丽的皇帝一生一世一双人，韩剧看多了吧？而且史书记载，陈阿娇是娇妒擅宠，也就是说呢，公主病很严重，智商和情商都不及格。这种女人哪怕背景再雄厚，基本上在宫斗剧中都活不过3集。最后一个人在冷宫中孤独终老，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我们再说说汉武帝的第2任皇后卫子夫，她从卑微的歌女一路逆袭成功，不仅自己风光无限，她的弟弟卫青呢也官拜大将军，和外甥骠骑将军霍去病一起抗击匈奴数十载，成就了举世无双的千秋功业。而且身为大汉皇后的卫子夫呢，也同样母仪天下38年。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这卫子夫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，每天都跟老黄牛一样任劳任怨。但她的缺点是太过圣母心，缺少必要的自我防御能力，特别呢是对刘彻这个枕边人缺少清醒的认识，以至于晚年的汉武帝被身边的佞臣包围，还滋生出了一场可怕的巫蛊之祸，结果害死了亲生儿子刘据，自己也只能用3尺白绫了却残生。你看看陈阿娇、卫子夫，一个是出身高贵的结发妻子，一个是宠冠后宫的贤德皇后，却都没有得到善终。而最终陪在汉武帝身边，和他生同情死同学，一起葬在茂陵的，却是一个死后才被追封为皇后的女人。这个女人叫李夫人，跟卫子夫一样倾国倾城，一样能歌善舞，也一样出身卑微。可她为什么却获得了汉武帝一生的挚爱呢？简单来讲她比卫子夫有心计，也比他情商高。那么具体表现在呢，她后来生了一场大病，面容十分的憔悴。汉武帝来探望她，她却至死都拒而不见。她深深懂得，汉武帝之所以宠幸她，是始于颜值，而且忠于颜值。也就是说人家老刘其实很专一，
一辈子只喜欢年轻貌美的女子，其他什么类型的女人呢，都不入他法眼。大凡以色侍人者，色衰而爱弛，爱弛则恩绝。所以啊，李夫人临终前摇身一变成于丹了，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，还总结出了一个道理：相见不如怀念。她的拒绝会让汉武帝从此记住她的国色天香，所以呢，她也就成为了汉武帝一生最爱的女人。死后多年呢，还深情不渝，以至于快去见阎王爷的时候呢，竟然哭着喊着要跟他葬在一起。同样从娱乐圈摸爬滚打出来，这李夫人取代了卫子夫在汉武帝心中的位置。与其说靠的是美貌，不如说拼的是情商。李夫人啊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高情商的女人。既然说到高情商，人们又会想到跟她近似的两个词：城府深和有心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不是女人越会装可怜，越会耍手腕，就越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呢？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钩弋夫人的结局吧。众所周知，钩弋夫人的得宠呢，其实非常具有戏剧性。据说她天生握拳不能伸展，于是被晚年的汉武帝召见，并将她的手打开，发现掌中还握有一个玉钩，从而被封为钩弋夫人。后来呢，她生下了汉武帝最小的儿子刘弗陵，据说呢，足足怀胎了14个月。上古时期的尧帝也是在娘胎里待了14个月才咕咕坠地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又是天生的拳头无法打开，又是怀孕14个月才生下皇子，看似是各种祥瑞之兆，其实是各种的套路。不错，汉武帝那会儿都快70岁了，确实有点老眼昏花。不过有套路来套汉武帝，蒙一时还行，想蒙一世做梦吧，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你跟我玩什么聊斋啊？汉武帝什么人啊？耍了一辈子拳术的老司机。虽说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，可汉武帝只要一清醒，就会想：好家伙，你这个小姑娘连朕都敢骗！一旦自己100年之后儿子年幼，你当了太后，还不得专横跋扈，为所欲为？为了保住他的大汉江山，这汉武帝自然是起了杀心啊。有人就说啊，这钩弋夫人死得冤，但你想想，如果当初汉武帝不杀她，汉昭帝刘弗陵登基以后，他会不会成为第2个专权的吕后呢？当然，历史无法假设，但不可否认，钩弋夫人绝对不属于那种白莲花，无论是心机还是城府呢，都可以算得上是深藏不露。但在汉武帝面前的那2出戏都有点演过了。要知道，在古代，欺君那可是死罪啊。如果拿钩弋夫人和李夫人相比，都有表演天赋，但一个是奥斯卡的水准，一个只能去领金酸梅奖。所以啊，女人要想俘获成功男士，特别是想拴住像汉武帝这样风流多情的帝王，像陈阿娇那样硬碰硬就是2，像卫子夫那样善良的没有边界，付出的没有底线也是傻。但也千万别学钩弋夫人那种心机婊，戏都演过了还洋洋得意呢，最后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只有像李夫人这样不贪不作，心如明镜，才能赢得你爱的那个男人对你发自心底的尊重和厚爱。那么最后简单总结一下，汉武帝爱过的4个女人呢，一个是公主病有点严重，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，一个表面绿茶会耍各种心机，都没什么好下场。偏偏啊，那个清楚男人各种弱点，却又表现得非常高情商的女人笑到了最后，让汉武帝这个薄情寡义、冷血无情的帝王呢，一辈子都念念不忘。难道不值得深思吗？如果你喜欢听古今情史，请点赞并关注我。